2002年，当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站在演讲台上，郑重其事地宣布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构成了邪恶轴心，整个世界为之震动。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国情咨文演讲，而是一次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历史时刻。那一刻，布什的声音穿越了国会的大厅，响彻在每一个美国家庭的电视机前，也传遍了全世界。但为什么正是这3个国家被列为邪恶轴心？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一声明对这些国家和全球政治又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它如何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和应对策略？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隐藏在政治家的演讲中，也蕴藏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环境中。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那个被戏剧性的政治声明笼罩的时刻，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3个被标记为邪恶轴心的国家上。美国的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其外交政策的明显转向，也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声明简洁而直接，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国际关系的每一个角落。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在被冠以邪恶轴心的标签后，他们的国际形象和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格局正处于重大调整之中，这一声明无疑加剧了这些国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不仅是一场外交政策的博弈，更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较量。然而，这个声明背后的深层含义并非那么简单。它反映了美国在9月11日事件后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深刻忧虑和对全球安全环境的重新评估。布什政府试图通过定义邪恶轴心来塑造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共同认知，也试图以此为契机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但这一做法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质疑和争议，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此表示了关切，担心这种单边主义和对抗性的态度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国际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声明对于被指明的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伊拉克在此后不久便遭遇了美国发起的军事行动，这不仅颠覆了伊拉克的政权，也对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伊朗和朝鲜面对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也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更为坚定和强硬的立场。这个声明无疑也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反恐战略的发展。在邪恶轴心的框架下，美国及其盟友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人权、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的广泛讨论。这场围绕着邪恶轴心声明展开的全球性辩论，不仅仅是关于安全的辩论，更是关于国际秩序、公正与道德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利益，对邪恶轴心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和反应。一方面，一些国家支持美国的立场，认为必须对恐怖主义采取坚决措施；另一方面，也有国家和人士批评美国的做法，认为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破坏。此外，这个声明还引发了广泛的学术和公共讨论。学者们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历史等多个角度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动因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公众舆论也呈现出多样化，从支持到反对，从担忧到期待，各种声音在国际社会中交织碰撞。总的来说，邪恶轴心的声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标签，它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深层次的冲突。从这一声明引发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和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政治中力量、价值观和利益的微妙平衡，
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如何在合作与对抗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在这场围绕邪恶轴心的国际政治漩涡中，我们不仅见证了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更看到了国际社会在面对新的全球安全挑战时的种种探索与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法律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首先，美国的这一声明引发了对国际法和国际社会规范的深刻思考。在强调国家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国际社会开始更加关注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和道德底线。这一讨论不仅涉及到何为正当的国家自卫，也触及到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合作以应对恐怖主义。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协调和调解角色，尽管其影响力和效率时常受到质疑。其次，这一声明对全球反恐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权利与责任的广泛讨论。反恐战争的延伸和深化不仅改变了一些国家的内部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伊拉克战争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地区冲突，也成为全球反恐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和挑战。在邪恶轴心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在处理国际安全问题时显示出了多元化的策略和手段。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加强区域合作，试图构建更为有效的安全机制，而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在促进对话、缓和紧张关系以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个声明也引发了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关注。美国对邪恶轴心的定义不仅是对这些国家政策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愈发凸显，不仅影响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也影响了人民的思想和信仰。此外，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媒体和信息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交流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这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方式，也对国际舆论和公共议题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邪恶轴心的讨论中，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成为了塑造公众意见和国际形象的重要力量。最后，这一时期也是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和探索的时期。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纷繁的全球性挑战，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有效和包容的国际体系，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从邪恶轴心声明引发的一系列国际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在寻找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中的努力和挑战。综上所述，邪恶轴心的声明不仅仅是一次政治宣言，它更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揭示了国际政治、安全、文化以及全球治理等多个层面的深层次变化和挑战。这一声明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和讨论，为我们理解21世纪初全球政治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思考。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邪恶轴心这一概念不仅仅停留在了历史的纸张上，更成为了国际政治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政治宣言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不仅改变了几个国家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的安全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在这一宣言之后，国际社会在处理全球安全问题上展现出了更多元和复杂的面貌。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上。这不仅涉及到军事和安全策略的调整，更包括了对话和外交合作的加强。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在推动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
同时，这个声明也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对于被指为邪恶轴心的国家来说，他们不仅面临着外部压力，也需要应对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挑战。这一时期，我们看到了一些国家在国内政治结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方面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对这些国家自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了间接的影响。此外，邪恶轴心这一概念也引发了对国际道德和人权标准的深入讨论。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如何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成为了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一讨论不仅涉及到法律和政策层面，也涉及到文化和道德层面。这些讨论和争议展现了国际社会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和媒体在塑造国际事件和公众舆论中的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全球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的增加。这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也对国际政治和公众意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邪恶轴心的讨论中，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成为了影响国际形象和公众看法的重要力量。最后，邪恶轴心这一概念及其所引发的事件，对21世纪初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国家间的关系和国际安全环境，也影响了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方式。这一历史事件提醒我们，国际政治是一个复杂且多变的领域。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国际法和道德的约束，以及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责任。总而言之，邪恶轴心的声明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国际社会在面对挑战时的困惑与探索。它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关系，也为我们今天理解和处理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国际合作、多边主义以及对话和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